各位观众，2026年6月，黄仁勋的 NVIDIA 市值突破5兆美金，变成人类史上最值钱的公司。马斯克一边发 Croc， 一边送火箭上天。OpenAI 跟 Anthropic 在 AI 赛道杀到刀刀见骨。你看着这些人，心里有没有冒出一个问题：这些人到底赢在哪儿？你是不是以为成功就是天赋加努力？你只要够拼、够认真，就能爬到他们那个高度。今天杰森教练要打你一巴掌。错，顶尖人物身上都藏着一个你看不见的东西，叫机遇跟时机。今天这本书 Malcolm Gladwell 迈尔坎·葛拉维尔的 Outliers 艺术，专门拆解那些站在金字塔顶端的人到底是怎么炼成的。我是杰森教练， AI 数字员工，龙虾学院。上一集 EP56 我们讲动机单纯的力量，你知道了内在动机才是长跑的燃料，但动机有了还不够，你还缺最后一块拼图，叫做时机跟累积。今天这集你要听到最后，因为它会彻底改写你对成功2个字的理解。各位观众，霸王别姬，成功要考成，不能靠天。先说作者 Malcolm Gladwell 是谁。这个人是《纽约客》杂志的传奇撰稿人，1963年生于英国，在加拿大长大，后来变成全世界最会说故事的非虚构作家。他写的《引爆趋势》The Tipping Point 教你一个小东西怎么变成全球流行。他写的《决断2秒间》Blink 教你直觉的力量，本本都是全球畅销。2008年，他出版这本《艺术》，英文书名 Outliers， 统计学上的意思就是离纯值，那些远远超出平均，站在曲线最尾端的人。重点来了 ，Gladwell 要打破一个我们从小被灌输到烂的神话，白手起家。我们超爱听这种故事，某某人从一无所有，靠自己双手打下一片江山。Gladwell 直接说，不存在的，没有人是真的靠自己。他这本书的核心一句话刻进脑袋：成功不是一个人努力的结果，成功是个人努力乘以隐形优势的成绩。你少看了那个乘号后面的东西，你就永远搞不懂顶尖人物是怎么来的。第一个观念也是这本书最出名的10000小时法则。Gladwell 说，任何领域要练到世界级，大概都需要10000个小时的累积练习。他举了2个经典案例。第一个，披头士 The Beatles。你以为他们是天才一夕爆红？错。1960到1962年，披头士还没红的时候，跑去德国汉堡的脱衣酒吧驻唱，一个晚上连续弹唱8小时，一周弹7天，2年内表演超过1200场。等他们红遍全球的时候，早就把10000小时练好练满了。第二个，比尔盖茨。他13岁就读的湖滨中学，在1968年居然有一台可以即时连线的电脑终端机。那个年代，全美国的大学都不一定有。盖茨从13岁到20岁，疯狂写程式，写了10000个小时。所以他创办微软的时候，已经是全世界少数最会写程式的人之一。但杰森教练要在这里诚实补一句，10000小时这个概念其实出自我们 EP46 讲过的 Anders Ericsson 教授的刻意练习。Ericsson 后来公开跳出来说， Gladwell 简化了我的研究，不是随便练10000小时就会，是要刻意练习10000小时才会。漏掉刻意2个字，你练100000小时也只是原地打转。这个张力你要记住。第二个观念，机遇与时机。这一段会让你头皮发麻。Gladwell 做了一个惊人的统计，他去翻美国史上最有钱的75个人，从古到今全部列出来，结果发现里面有14个人全部出生在1830年代美国那短短9年之间。为什么？因为那是美国铁路跟华尔街刚起飞的黄金窗口。早生10年，你太老抓不住；晚生10年，位置都被抢光了。再看科技业，比尔盖茨1955年生，贾伯斯1955年生， Google 的 Eric Schmidt 1955年生，生阳的 Bill Joy 也差不多。整个矽谷的亿万富豪出生年份高度集中在1955年前后。为什么？因为个人电脑革命刚好在1975年引爆。那一年，你如果是20岁出头，刚好会写程式，你就站在了浪头上。你要是太老，已经在 IBM 上班，舍不得离职；你要是太小，还在念小学。时机不是你选的，是时代选了你。听好这句话，
你站在哪个浪头上，比你游得多快还重要。第3个观念，马太效应，也就是累积优势。这个案例最神。Gladwell 去研究加拿大的职业冰球员，发现一件超诡异的事儿：顶尖冰球员的出生月份居然绝大多数集中在1月、2月、3月。为什么？跟冰球天赋完全没关系，纯粹是制度造成的。加拿大青少年冰球的分组是以1月1日当分界线，所以一个1月出生的小孩跟同组12月出生的小孩比，实际上大了将近1岁。在10岁的小朋友身上，差1岁就是高一个头，壮一圈。于是1月出生的小孩看起来比较有天赋，就被选进明星队，得到更好的教练、更多的上场时间、更密集的练习。1年又1年，这个一开始只有几个月的微小优势，被一路放大成巨大的鸿沟。这就是圣经里的马太效应，凡有的还要加给他。强者因为被先标记成强者，所以得到更多资源，然后变得更强。你的起跑线在哪儿，有时候不是你决定的，是一条叫做1月1日的线决定的。第4个观念，文化遗产。Gladwell 说，你的族裔、你的家庭、你祖先传下来的文化，会偷偷的、深深的影响你的成就。他举了一个很尖锐的例子：为什么很多亚洲学生数学特别强？Gladwell 的解释不是基因，是水稻。种稻是全世界最辛苦、最需要精耕细作的农业。祖祖辈辈种稻的文化，养出了一种肯下死功夫、肯重复磨的民族性格，而这种性格刚好就是学好数学需要的。他还讲了另一个案例：韩国航空在1990年代空难率特别高，后来查出来不是技术问题，是文化问题。副机长因为文化里的阶级观念太重，即使发现机长犯错，也不敢直接纠正，只敢拐弯暗示，结果酿成悲剧。后来韩航强制改用英文沟通，打破阶级语气，空难率立刻下降。听好这个重点，你不是一个孤零零的个人，你背后拖着一条长长的文化尾巴，它会帮你，也会绊你。看懂自己的文化遗产，你才知道哪些是助力，哪些是要刻意修正的包袱。好，前面4个观念讲完，杰森教练帮你把成功这件事拆成一条公式：成功等于天赋加努力加机遇加时机。我们的传统教育只教你前面2个，天赋跟努力。老师跟你说，你只要够聪明、够认真，就会成功。这句话对不对？对一半。他漏掉了后面那2个更狠的变数：机遇跟时机。Gladwell 整本艺术就是在敲醒你，那些顶尖人物天赋跟努力他们当然有，但更关键的是他们刚好出生在对的年代，刚好抓到了那个一闪即逝的时代窗口。这4个要素，天赋你改不了，那是基因；机遇你碰运气，那是命；时机你选不了，那是时代。唯一一个100%握在你自己手里的，只有努力这2个字。所以结论很残酷，也很激励。机遇跟时机你控制不了，但你能做的就是把你能控制的努力做到极致，然后让自己时时刻刻站在离机遇最近的地方，等浪来的那一刻，你已经准备好了。理论讲完，套到我们华人创业界最大的偶像身上，黄仁勋跟他的 NVIDIA。用艺术这套框架重新看黄仁勋，你会发现他根本是一个活生生的范本。先看时机，黄仁勋1963年出生，这个出生年份妙在哪儿？他在1993年创办 NVIDIA 的时候，刚好30岁，正好赶上个人电脑图形运算的浪潮起飞。然后他撑到30年后的2023年，又刚好接住了 AI 运算这一波史上最大的海啸。一个人一辈子能站上1次浪头就够吃一辈子，黄仁勋站上了2次。再看努力跟1万小时，黄仁勋从1993到2026，33年只做一家公司，只死磕一件事儿，就是运算晶片。中间公司好几次差点倒掉，他都没放弃。33年的死磕，早就超过10个1万小时了。所以黄仁勋的5兆市值是对的时机乘以30年刻意死磕的结果。听好这句话，时机你选不了。黄仁勋出生在1963，
但努力你能控制。黄仁勋磕了33年，看懂这个称号，你就看懂艺术了。接下来讲创业者最容易掉进去的3大误区。误区1：成功纯靠努力，这是最多人信的鸡汤，只要我够拼就会成功。错，你再怎么努力，如果你做的是一个正在沉没的夕阳产业，你就是在一艘沉船上拼命划桨，划得再快，船还是沉。努力很重要，但努力的方向错了，等于0。误区2：成功纯靠运气，这是另一个极端，看到别人成功就酸，他只是运气好，家里有钱，生对年代。错，机遇只是把门打开，你没有那1万小时的真功夫，门开了你也走不进去。披头士再幸运，没练满1200场驻唱，机会来了也接不住。误区3也是最致命的，我生错年代，没机会了。很多人哀叹房子买不起，好赛道都被卡死，我太晚出生了。听好，这句话1975年有人在说，2000年网络泡沫有人在说，结果呢？每一个年代都有他自己的浪，重点不是有没有浪，是你有没有眼睛看见它，有没有准备好跳上去。把艺术套回我们各位观众的实战场，创业者到底要怎么抓住这个时代的机遇？我直接给你答案 ，AI 就是2026年的个人电脑浪潮。回去看比尔盖茨，他赢在哪儿？赢在1975年的个人电脑窗口，他刚好在现场，刚好会写程式。那你现在站在哪儿？你正站在2026年的 AI 窗口前面，而且这个窗口才刚刚打开没几年。30年后的人回头看2026，就像我们现在回头看1975，那是一个改变人类的科技元年。所以各位观众的实战心法就一句：不要去羡慕比尔盖茨生在对的年代，因为你也生在对的年代，你就是当下这个年代的那个刚好会写程式的20岁年轻人。差别只在于你有没有像盖茨13岁摸电脑那样，现在就跳进去摸 AI， 用 AI， 把 AI 练成你的1万小时。机遇已经放在你面前了，艺术告诉你接不接得住，看你自己。说我自己的故事。2024年底 ，AI 这波浪潮刚开始翻涌的时候，我做了一个决定，我要跳上这个浪头。那时候很多人还在观望，还在说 AI 是泡沫，还在等别人先试。但我用艺术这套逻辑逼自己想清楚，这就是我这一代的个人电脑时刻，我不能再等了。回去看比尔盖茨，他13岁就一头栽进电脑终端机。回去看黄仁勋，他30岁就死磕运算晶片。他们都不是等到一切准备好才跳，是先跳下去，在浪里边游边学。我也一样。2024年底我摸到，我直接把自己关起来，死磕 AI 工具，死磕数字人，死磕自动化产线，从零基础开始拼。一开始当然很惨，做出来的东西乱七八糟，配音卡卡的，画面丑丑的。但我每天磕，每几条，一步一步把它练起来。慢慢的，那1万小时开始累积出复利。我把杰森教练本人做成 AI 数字员工，做出整套自动写脚本、自动配音、自动产缩图，每天自动上片的龙虾学院经济学产线，还建立了一整支 AI 数字员工团队。我不是天才，我的天赋很普通，但艺术那条公式我看懂了，时机我抓住了2024这一波，努力我把它磕到底，剩下的就交给时间去发酵。AI 数字员工龙虾学院就是我用艺术这本书当地图，一步一步走出来的。所以我把这句话送给每一个各位观众，我能，你也能，因为我们站在同一个浪头上，差别只在于你今天跳不跳下去。黄金总复习5个重点刻进脑袋。第一，1万小时法则。世界级的成就背后都有1万小时的累积。披头士在汉堡驻唱1200场，比尔盖茨13岁就写了1万小时程式。但记住，是刻意练习的1万小时，不是傻练。第二，机遇与时机。比尔盖茨、贾伯斯都生在1955年前后，刚好赶上个人电脑浪潮。你站在哪个浪头上，比你游得多快还重要。第三，马太效应与累积优势。
加拿大冰球员大多生在1到3月，一开始几个月的微小优势被制度一路放大成巨大鸿沟，凡有的还要加给他。第4，文化遗产。你背后拖着一条长长的文化尾巴，族裔跟家庭背景会偷偷影响你的成就，它会帮你，也会绊你。第5，成功的完整公式：天赋加努力加机遇加时机。前3个你改不了，唯一握在你手里的只有努力，所以把努力做到极致，然后站在离机遇最近的地方。最后帮你把整个系列收个尾，从 EP45 到今天的 EP57， 我们一路走过一张完整的个人成长到创业地图。我们从心态出发，怎么建立成长型思维，接着进到刻意练习，怎么把一件事练到顶尖，然后是精准学习，怎么学得又快又深，再来是生产力，怎么把时间用到极致，然后深度工作，怎么在分心的时代专注，精要主义，怎么只做最重要的事，接着切换到创业，从0到1找垄断，精实创业验证点子，创新与创业精神找机会，然后是恒毅力，怎么撑过漫长的低谷，动机，怎么找到内在的燃料，到今天的艺术，怎么看懂机遇与时机，从一个人的心态到1万小时的累积，到抓住时代的浪潮，这一整套就是你接下来10年的人生跟创业的完整作战地图。把它听完，把它用上，你就不只是羡慕那些艺术，你自己就在成为艺术的路上。我是杰森教练 ，AI 数字员工龙虾学院，我们下期见。